大家好，我是布丁啊，好久没更新了，给大家看一下现在的进度啊。现在基本上这段时间一样很忙啊，一有时间就在弄这个。现在基本上外墙已经上上去了，这个甲板也做好了，前后中间那样子。然后这个甲板就是用那个棉嘛，那个 XPS 的 foam 加上那个玻璃钢 epoxy 做出来的。然后为了减轻重量，原本说这边应该是这边还有窗户的，我买了，当初从大陆买了4个窗户，但是现在觉得就是说重量有点太重了，所以我可能窗户会不会再加这两个边边左边两边窗户，可能后期再考虑要不要加进去吧。我在挑战的是整个质量，包括下面这个拖车总质量不能超过3500磅，所以这挺困难的。为了减轻重量，我连旁边这个墙啊，都是用那个很薄的quarter inch 的那个 cedar 木头做出来的，所以为了降低重量，我已经做到极限了。我知道那个屋顶现在这边看起来有点像狗啃的，不过主要这都是会被遮住，因为我订了那个，也从大陆订了那个新的那个像是稻草屋的那个屋顶，然后还没发货过来。不过现在天气已经变差了，现在已经开始进入秋天，雨季马上进来了，所以我估计这个稻草的屋顶我得可能到春天，明年春天才能再想办法装上去了，因为那个是粘上去的。那这么冷又这么湿的天气，没办法，现在可能这个冬季都没办法把它安装上去了。这边开了一个洞，因为马达马达有点太高了，所以没办法得 offset 垫高起来。然后我这边再额外做了一个板子，这个板子到时候就是会把那个发动机啊，就是发电机可能外挂在这个位置。这个就是那个发电机的那个引擎脚架，这是它原厂带的。这个单缸震动挺大，所以我这边又另外额外加了那个四个那个橡皮垫，就是 damper engine mount 那样类似。到时候这个应该就是应该就是打洞装上都会重新弄漆，然后发动机锁上去这个盖子，这个盖子再锁上去那个船的尾巴的部分。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现在还是毛坯状态，还没弄好，对吧？里面的话，我现在接下来要做就是进入雨季嘛，现在已经水是进不去了，所以我后期要做就是把所有电机设备、电池全部弄进去里面，然后方向盘要固定起来，然后可能就要去，可能再过1、2个月吧，我猜大概2个月以内吧，可能就去下海试试看了，然后看船吃水有多深，我再决定说，到时候才能加什么东西进去，因为我说的重量是第一，因为现在我实在是不想为了这艘船额外再去买一辆卡车，什么塔科马啊那种的，你知道吗？Colorado 的，因为现在我用不到卡车，除了拉这艘船之外，那如果说为了要拉这艘船买一个特别额外去弄一个卡车，我觉得是挺不值的，因为我不太需要。如果有必要的话，我甚至可能会牺牲掉里面的内饰，就是保持毛坯状态，然后我也要降低在3500磅之内，用普通的车拉，用普通的 SUV 去拉。好，可以看下这个边边这个外墙，其实你仔细看哦，为了减轻重量，其实你看，其实是用力压的话，其实是软的，有点软，啊，是可以。你看相机上看不太出来，对啊，其实是有点 flex，不过也够强了。然后这个外墙 cedar 就是防腐的，比较适合户外的。那这个的话，我已经刷好那个防水的那个，我是用油性的，我没有用，我不打算刷漆，因为刷漆的话以后可能久了它会龟裂，还要重新打磨，特别麻烦，我不想，所以我就是以后每年或每2年我就刷油性的那个叫什么那个 oil stain，对吧？就是用刷 oil stain 就好了，不打算用漆。有没有看到那个 stringer 就是龙骨嘛？因为它龙骨是垫起来的，那我不可能会用，我不太打算用什么木板什么，因为那木板实在太重了。所以我给你看一下，我打算怎么样做这个地板，怎么样的地板是让它变得平的。你给你看，就这个，就是用那个发泡 EPS
看，其实这是低密度的。我的想法就是说，这个垫在最上面，然后呢用 epoxy 胶，就是那个在那个龙骨的间隙就凹陷的地方嘛，就是第一层底下先放这个东西进去，然后这时候放 epoxy 粘在这边，之后再用高密度的，高密度这是半寸的，半寸的之后粘在这上面，粘到这上面之后呢，就这个面粘到那上面之后，再把这个面再刷一层 epoxy 的玻璃钢纸，这样的话就可以踩在上面，然后不会穿透，因为 EPS 跟 XPS 有很强的那个compression strength， 就是它有很强的那个抗压，但是它不能集中，它不能点哦，一点的话，你看就是一个痕迹。但是，一旦铺上像那个 epoxy 纸之后 ，epoxy 加 fiberglass 之后，就会变得非常的强啊，就会跟我那个甲板一样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就能把重量控制在能控制多低就多低啊，特别轻嘛。对啊。好了，目前进度就先这样子了。想看这个船会不会浮的话，记得关注一下了。